盛先生既然是从台湾过来的客人，我想，在日本人的占领下，你们那边的生意必然不好做。大家既然是骨肉同胞，你看看要我帮什么忙，尽管直说好了。范老板盛情难却，那在下也就不客气了。我深知范老板跟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非同一般。您也知道，现在食盐和乌沙的行情十分看好，尤其乌沙供不应求。福建这边只要由您出面拿下二者的经营权，毫无问题，资金可以由我方多承担一些。至于利润嘛，我们各占一半，不知范老板意下如何？食盐嘛，乃民生之必须；乌沙矿嘛，又是国防的资源。此等敏感的生意，向来非范氏企业之所长啊。如果盛先生有意介入的话，不妨可向中央政府正式提出申请，去争取嘛。南京政府之腐败，想必您也是知道的。在下不过是想省去中间环节，也减少不必要的麻烦。当然，范老板若是不愿出面，那我也无所谓，不会勉强。哦，盛先生，您不是说有一桩现成的生意要和我家老爷谈吗？对，范老板，您是知道的，近年来国民日益抵制日货，我在台湾生产的商品可以说是深受其害，损失惨重啊。如果您愿意出面助我一臂之力，我可以把我的货半价卖给范家，等你们重新包装之后再上市销售，保证一本万利。你这批货如果完全是在台湾生产，而且保证没有半毛钱日本资金介入的话，这个忙我帮。可是如果你单纯只是想把日货洗白，这种钱我一分都不赚。范老板啊，眼下台湾是日本的一部分，你说在台湾生产的商品，哪一样不跟东洋货搭上边呢？范老板不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何必跟钱过不去呢？志不同道不合，不相为谋。老钱，送客。好，盛先生，请。我，盛先生，请。范氏企业现招数名工人，要求品行端正、身体健康、无不良嗜好，月工资10块大洋啊！哇，10块大洋啊！哎，别乱了，别乱了！如有报名者，请登记。哎呀，快走啊！走。啊！来，你过来。抬起来啊！哎呀，我看挺够呛。开始。哎，你这人怎么插队啊？啊，我跟他认识。还行还行，来下一个。这小体格还可以。好，去登记吧。哎，准备好。好，开始。哎呦，我看这够呛啊！来，下一个。来，下一个。兄弟，别看了，没登记估计已经被淘汰了。工厂又开始招人了，小姐，我们也过去看看吧。好啊。哎呀，小姐，你看。来下一个。哎，等一等，这个人可以不用试了，让他走吧。别呀，下一个。这箱子我一个人能扛俩。像你这种人啊，还是去动歪脑筋赚快钱更好，我用不起。下一个。哎，东家，你这么做不公平吧？我这么做对你非常公平，请你离开。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成见啊？没有，就是不想用你。你不好了，小姐钱袋不见了！啊，谁都不许动，都站着别动，抓住他！哎，给我站住！他跟你是不是一伙的？哎呀，快让开！哎，站住！走。
站住！站住！哪儿跑？起来！臭小子！放开我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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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爹，我饿了。大爷，我们家穷的叮当响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现在我娘又病了。爹，求求您了，给娘治病才投钱的，我跪下给您磕头，求求您了，求求您了！大哥，我本来是想去范家打点零工，挣钱养家糊口，谁知道人家不要伞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投那位小姐的钱。求求您了，求求您了！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！求求您了，求求您了！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！求求您，我保证再也不敢。求求您了！来，起来，孩子。来，起来，孩子。买点粮食，以后别偷东西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大小姐，您肯定记错了。那你叫我大老徐就行。大老徐啊，看你有这么好的身手，为什么委屈自己要来当临时工啊？嗨，我就是一流浪汉，干什么工作都无所谓，只要有口饭吃就行。吃饱了以后，我想你还是离开这里比较好。哎，文清，我看这样吧，要是他愿意留下，可以在我们家当保镖啊。大小姐，我愿意。哎，凤姐，你对这个人的身世和来历都不太清楚，就这样把他留下，有点不太合适吧？而且你看这个人粗里粗气的，就算要他，也只能当个看大门的嘛。哎，我说，您是范家的姑爷是吧？您怎么从一开始就看我不顺眼？您到底对我有什么成见啊？眼下这么乱，出于安全考虑，用人自然要谨慎一些。那找我就对了，有我在，你们就踏实了。好了好了，这事就这样定了。文清，你相信好了，我不会看走眼的。凤姐，你行啊。夫人的命令就是圣旨。大老徐，我希望你一定不要让我夫人失望。没问题。嘿嘿。好吧，大老徐，明天你就来我家正式上班。得嘞。谢谢大小姐。别想耍什么花样。属下先恭喜了，您要当了警备司令，我就是稽查处长。你这风一阵雨一阵的，瞎恭喜什么呀？我可不是空穴来风。您想想，福建省保安副司令调走了，他兼职的这个潞州警备司令就空出来了。可真要是争这个警备司令的位子，谈何容易啊！眼下有多少人在盯着？从省城到南京，哪一个衙门少得了使银子？难道让我去抢劫银行啊？您是担心钱的事儿啊？咱们在当地经营这么些年，弄点钱还不容易吗？您发话，兄弟我去办。行了，这事儿以后再说吧。你一会儿就去把那份报告寄了。明白。
爸，您真的要去参加那个全国代表会啊？人家国民政府都派专机来接了，我要是再不去的话，岂不是显得有点过于摆谱了？他们这么献殷勤，就是想让老爸多掏钱，难道您还意识不到吗？全国代表会谈的都是国计民生大事，我借此去提一些意见，谈一些想法，你说有什么不好？拉倒吧，国民政府这一套我算是看透了，都是玩假的玩虚的。他们什么时候倾听过普通百姓的声音了？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。杨逸轩就是例子，他的所作所为您还没领教够吗？爸，您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呀？你不过留了几年洋，怎么思想变得这么偏执？这样子我怎么放心将来把企业交给你？我根本就没想过要接管您那些企业。你，凤姐，老爷上车吧。走吧。哎呀！这下边还有人呢，上面的人帮忙开一下。你这叫自投罗网，我就是要当众捉贼。误会了，我不是贼，我是大小姐刚雇来的保镖。哦，你是保镖啊？那你这保镖没事钻地窖里干嘛呀？哎呀，保护范府是我的职责所在。这么大的院子，各个角落里，凡是隐蔽的地方，我不都得查一查吗？放我出去！你听见没有啊？快放我出去！是姑爷呀，您是不知道，这里边的味道真不怎么样。哦，你这保镖做得相当不错，都跑到地窖里去检查了。那你就再好好检查一下。总部对你的任命颁发下来了，鉴于你本人的意愿，同意你去闽西苏区供给部当政委，主管情报工作。一定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。眼下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尽快挑选一个能够接替曲仁秋同志的对象，挑起船长那副重担。不知道组织对这个人选有哪些要求？关键是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志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背叛组织，还要有条件打入敌人内部，争取获得更重要的情报。这样，他就可以配合苏区，反击敌人经济上的封锁。这个人选不太好找，不过倒是有一个人，就怕组织上对他还有些顾虑。你是说何文清吧？我正想告诉你，我查看了苏区与船长的发报记录，看来呀，的确是此人在顶替老曲。有关部门已经对密码本进行了鉴定，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，敌人并没有利用他做任何文章，可以推断，何文清
并没有泄密。他要是没有历史上的污点，确实是船长的最佳人选。老曲同志在离开苏区的时候，曾向组织提出过，希望能够重新审查何文清的政治问题。或许过去对他的怀疑有失偏颇。若启用何文清来顶替船长，对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会起到不同寻常的作用。咱们两个可算是想到一块儿去了。老曲同志牺牲以后，必须尽快复活船长，在敌人的心脏里边插上一把钢刀。何文清是最佳人选。在组织上还没有对此做出结论之前，咱们与其这样凭空对他猜测，倒不如来个实招，试他一下。你想如何去试？我们在鹿岛的郊外设了一个联络站，站长徐信元是一个既勇敢又有趣的同志。刚得到消息说他已经进入了范家，这个家伙还以为你藏在那儿。这样一来，我们正好可以利用他来做一次考官嘛。这太巧了。好，这就算是为你送行了。预祝能让船长早日复活。姑爷，老爷和小姐看戏去了，您累了一整天，我帮您泡泡脚，解解乏。哼，你想用这招跟我套近乎？哎呀，看您说的，哎，我这呀可是祖传的老方子，药料，我给老爷泡过2回脚，他都说好，真的，您不妨试试。你少来这套，端走吧。姑爷，您别拒绝我的一片心意。这药汤子能舒筋活血、解乏驱寒，绝对能强身健体。再说了，您看书，我洗脚，这叫两不耽误。好，那随你便好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帮我洗个脚，不会张口要很多钱吧？啊？看您又说以前那点事干嘛？再说我现在已经是范府的人了，正常挣的工资都花不完。信你。哎，慢点啊，烫不烫？还好。哎，来，怎么样？热乎吧？不错。哎，我说大老徐啊，你这保镖好像当得挺清闲啊。这不托您和老爷大小姐的福吗？反正我就本分干着。姑爷，听说就在我来之前，有个陌生人在府上住了个把月，你们待他像家人一样，送走的时候还冒了挺大风险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说大老徐，原来你接近我是来范家打探消息的啊？没有，这不家里的伙计们没事坐在一起瞎聊天，随便说的，您别在意。哎，大老徐，我们家没有秘密，但是也得提醒你，任何事情你知道多了对自己没好处。哎呀，姑爷，别较真儿啊！我这不跟你们没事闲着瞎聊吗？少来！你不是说跟我洗脚吗？怎么又变成聊天了？洗脚，哎，洗脚。真舒服啊！哎，我说大老徐啊，你要是能把嘴闭上，真的，我愿意你天天给我洗脚。
哎呦，欢迎欢迎啊！哎呀，范公啊，大家对你可是敬仰有加。今天这桌酒席呢，是蒋委员长亲自交代办的。你的到来啊，真是让我等荣幸之至啊！我没这个口福啊，这顿饭今天就不吃了。我来这儿主要是想跟各位见个面。哎呦，范公啊，在座的老友都想跟您叙叙旧。 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子嘛。哦，那好，那我就请教各位了。昨天我在代表会上那份发言，不知各位是否赞同？本人要是坐下来吃这顿饭，谈的话题不外乎还是如何关切当下民生，如何防御外敌入侵的那些老话。 我说范公啊，哎呀，咱们约定了，这回纯粹是老友相聚，不谈政治，不谈政治。哦，那就恕我不能奉陪了。老师，这次我们来鹿岛没有知会任何方面，您看今晚是继续下榻警备司令部，还是另择他处？你说呢？哦，学生明白了。我已经派人收拾了一栋海边别墅，老师住在那儿比较舒适，也便于掌控鹿岛和范家的情况。您不必过于担心，范荣南毕竟当过南洋侨商领袖。 只要他出面招呼一下，我想筹到这笔钱还是比较容易的。难呐，恐怕这次想要把范荣南弄到南洋一块去筹款，没有充足的理由，估计他是不会轻易答应的。既然这样，咱们不妨来个借力打力，说不定还能来个一箭双雕呢。说来听听。 哎，好嘞。我看你每天吊儿郎当的，再这么干就给我走人！你凭什么让我走？我把我分内的活都干完了。嘿，你还敢顶嘴？就凭我是管家，我让你走，你就得给我走。管家怎么了？管家就该骑到我头上去。怎么还吵起来了？大小姐，前管家看我不顺眼，他要开除我。岂有此理！你还恶人先告状了。 哎呀，好了，钱叔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了。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。刚才那个艾瑞克电话里找何文清，说马上要20万斤茶叶，可文清一早就出门了。你看这事情应该怎么办啊？哦，按照合约，该交付最后一批茶叶，姑爷一定是办理此事去了。这都怪去年旱情严重，茶区久未下雨，导致今年春天茶叶大批量的减产。现在市场上新茶的价格炒到 高出去年1倍了，咱们库存不多，这如何满足老外的需求啊？哎呀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不就弄点茶叶吗？我说钱管家，您老在范府待了这么多年，怎么关键时候掉链子了？你反了你！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哎，邱管家就别打人！教训你不可！大姐，您看，邱管家就是这么对待我的。今天你们都瞧见了吧？闹够没有？大老徐，你别得理不饶人。不过，你刚才说茶叶的事情，听起来好像你有什么门道。这事儿我还真不是瞎吹。要说福建这么大，又不只是闽南产茶，别听钱管家的。这事儿要是交给我大老徐，我保证7天之内保质保量的把货给您送到。你又来瞎吹！哎，钱叔啊，既然大老徐都说他有办法了，不妨让他试试呗。哎，这就是大小姐，多有气魄，不像某些人。 没一点见识，什么？哎，别追我！我今天就你要踹我，别怪我！见识我不可！哎，你说范家近期要出货，而且数量很大，是吗？是，情报绝对准确。你昨天做的那份方案总体不错，但是我综合考虑了一下，觉得需要做点微调。请老师明示。 这出戏的正反方呢，是天狼山土匪和范家，中间搭桥的应是耿家父子。
这种三角关系不变，但戏中主角需换成熊德奎。太棒了！经您一调整，这就是一出大戏啊！好，学生马上就去落实。慢点儿，别接嘛！喂，是我，杨部长，请您指示。是。哟，范大小姐来了，快里边请，里边请。陈老板，我听说你们店进了一批上好的料子，拿出来让我看一下吧。哎呦，范大小姐的消息果然灵通，这批货刚到你就来了。来，料子在这儿呢。凤姐，你先看着，店场那边还有点事儿，我得去处理一下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我才不上你的当。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，结果让我等了整个下午。今天你就陪在这儿，哪儿都不许去。行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就在这儿老实待着。您看看这料子，这做工，都是上好的。谭东宝，他明明跟杨逸轩回南京了，怎么又突然出现在鹿岛？如此看来，他们又回来了。哎，又想往外跑？不是的，我刚才好像看到谭东宝了，可追出去就不见人了。怎么可能啊？哎，别去想了，赶快帮我看一下这块好看吗？要说布料啊，其实人长得漂亮，穿什么都好看，对吧？老板对吧？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对。本小姐今天心情好，就放你一马。真有什么要忙的，快去吧。哎呀，老婆这么通情达理，那我这根木头可要把爱意化作动力了。哦，你晚上9点没回家，等着睡地板。你放心吧。来再看看这块料子怎么样？那个我也看一下。哦，这块是毛绒料子。近日范家会有一批货物从闽西运往鹿岛。家驹，哎呦，小家伙，这范家最近要从外面进一批货物，你说这跟本少爷有关系吗？这算什么情报？但我觉得心里有点不踏实啊。哼。这份情报或许还算来得及，正好张金宝给我来信，说在天狼山很不受重用，我何不给他个顺水人情，让其在半路截下这批货，这样既打击了范家，又让张金宝长了威望，有朝一日也许他能占山为王。小琴，吃饭了。哎，爸，你这大白天的，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在搞什么名堂？我就是自己想点事情。这是，爸，你怎么不相信自己儿子呢？我没干别的呀，就是给报社写新闻稿。人家范凤锦和何文清，那是出双入对，而你倒好，整个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前些天，你还说帮我向范家讨回公道，可让我白等了多少天？怎么就没看见你有半点动静啊？不是，爸，您是来叫我吃饭的，还是来跟我吵架的？哎，爸，走，咱们吃饭去啊！走。哎，吃饭。老弟啊，实在对不起，又让你久等了。我临出门的时候接到上峰的命令，只好怠慢你这何大老板了。没关系。等过几日我完成任务之后，
好好陪你喝一杯，我请客。我就奇了怪了，你们防区也没打仗，哪来的什么重要任务？你肯定是找借口。没任务就不能找机会，自己来个主动出击。哼，就你们那点兵力，想和红军开打，恐怕还难了点吧？嗨，这些都是军事机密，我不方便说，你也别问了。你不想讲，我还不想听呢。说吧，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儿？老弟呀，我就直说了，我有个难题想请你帮忙。今日要你来，就是想请你在杨部长面前多美言几句，帮我搞定潞州警备司令这个位置。杨部长前段时间已经回南京了，你让我在电话里说这事儿不太合适吧？不对呀，他老人家刚给我打电话说回鹿岛了。是吗？他又回来了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啊，凭杨部长和范家这层关系，他来鹿岛肯定会去登门拜访。哎呀，不说这个了，你没听说啊？司马亮对司令一直是志在必得啊。听说他背后是政治学系的背景，看这小子整天一副摩拳擦掌的样子，要是杨部长不给我使劲儿，这个位子可轮不到我了。看来基本可以确定，杨逸轩的确回到了鹿岛，并且有意在回避范家。听熊德奎的语气，他必定知道些什么，并试图借此机会投靠杨逸轩门下。而我扶姓熊的上位，做个顺水人情，何乐而不为？好，这事儿包我身上，来，干杯！那就拜托了啊！林政委啊，我来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闽南联络站的站长徐庆元同志。首长好，庆元同志，来，我早就听说了，要不是你闯入大牢冒死相救，我可能已经被敌人折磨死了。哪能啊！营救您是我的职责所在。只是，船长同志还有那笔筹款，这件事只能怪我，你不要太挂在心上。对了，你这次回苏区，应该有很要紧的事吧？哎，那当然了，上回丢掉的30万，我可以做些弥补。说实在的，咱们苏区要是把这个活干了，至少可以解决目前一些经济困难。太好了！哦，钟礼同志，你到门口负责请见，以防隔江有耳。是。快把详细情况说来听听。我这回呢，不但是成功的前进了范家，而且还渐渐地摸清了何文清的态度以及范家的生意经。人家近期啊，对欧洲出口茶叶，却偏偏断货了。我想完全可以由咱们苏区来补这个缺，只要首长同意，我可以到周边的乡亲家里去大量收购茶叶，弄个10几万斤，绝对没问题。到时候这钱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这么说，是何文清让你来苏区收茶的？啊，那倒也不是。但是人家范大小姐都首肯了，他一个当姑爷的还能反对吗？这件事，我总觉得有点不妥，让我考虑一下。首长，这可是来钱的大好机会啊！你还有什么可考虑的？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地儿了。敌人切断了我们对外的一切财路。如果大张旗鼓地收购茶叶，万一出什么意外，赔掉的不仅是10几万斤茶叶，恐怕还会让范家格外为难。据我所知，这出了苏区就是49师的地盘。何文清跟那个熊师长之间好像挺有交情，我估计啊，那些白狗子不会查范家的货。哎呀，10几万斤茶叶可不是小数目，从苏区运出这么一大批货，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，非常不容易。更何况，我刚刚接手情报部门工作，一时还无法确定咱们内部有没有混入敌人的奸细。不能轻易下决心冒这个险呀。这范家那头很急，
他们一时去哪儿弄那么多茶叶出口国外？至于说到安全问题，这批茶叶几天后就装上货轮漂洋过海了，谁会知道货物是从咱们苏区出去的？那好，你可以去茶农手上收茶，但不能以范家的名义。如果有人问起来，你就说，这批茶叶是咱们红军自己要的。还有，你最好不要出面，还是让武仲立来配合吧。没问题，我们会把握这个分寸的。庆元同志啊，你这次来的正好，组织上刚刚决定，你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潜伏在范家，对何文清进行面对面的考察。当然，一切行动都要以保证他和范家的安全为前提。想必你也知道这里面的重要性吧？知道了。怎么，你对他有看法？实在不行，可以换人吗？不用，首长，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。庆元同志啊，你的任务很艰巨。今后不但要和何文清同志一起挑起千斤重担，还要在斗争中考察他的党性。这一切就拜托你了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楚总，啥情况让您为难？据可靠情报，闽西共党弄了一批茶叶，要运来鹿岛。你说，咱们本地谁最有可能接这单生意啊？范家。他们跟洋人签了约，往欧洲销售茶叶，可他们现在手头缺货。有道理。这样，咱们岂不就可以直接查范家的通共之嫌了？就这么定了。到时候你给我来个突然袭击。干这一票没问题，但我担心这里边有诈。倘若是个假情报，那咱可就上当了。这回错不了。我看你啊，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你拿去看看。哦，老猫的情报，那没问题了。楚总，咱要把这件事儿办成了，不光给杨逸轩一大嘴巴，或许范家还得给您送份大礼。此话怎讲？坐实了何文清通共，再把林柏芝的案子往范家头上一扣，范家那可是彻底通共，他范荣南不出个几十万两，这事儿摆不平吧？但不能像上次那样弄巧成拙。你用光头仔细地琢磨一下，看有什么更妙的捷径可走。这办法倒是有，就是得费点神，乔装打扮。就算出了岔子，谁也猜不到咱头上。想借刀杀人？爸，今天要和欧洲商盟交谈一下供货计划，我想请您去跟客人见见面。哦，这件事从始至终都是你在具体负责，又有艾瑞克从中协调，跟他合作不会有问题的，你就放心去做吧。爸，我还是觉得以您的名义请他们吃顿饭，那样显得更庄重。你早晚要独自去面对这些事情的。那好吧。我听说杨逸轩已经来鹿岛了，这都过去好几天了，怎么一直没听你说起过呀？爸，我本来是担心提起他，多少会干扰到你。他此次为何而来啊？
他是经济督办，来鹿岛当然是要对共党搞经济封锁，或者是顺带想继续为国民政府求财。不过呢，他此行好像挺神秘。那你觉得对我们来说是福还是祸呀？如果咱们想借此和政府交好的话，倒是可以利用它做些项目，这对范氏企业的发展应该是有利的。但是老爸，您不一定同意这么做啊。很好，你虽然身为杨逸轩的学生，看来并没有盲从于他。我对这个人了解并不算太深，却知道他这个人做事情一向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。爸，您的意思是，要我对他多提防？哼，在这个时候小心谨慎一点还是好的，免得人家抓到我们什么把柄啊。嗯。风哭浪花映天之涯，皓月繁星映海峡。远方依然他期盼你的到达，冲破滔天巨浪，带他回家。扬起风帆，无人将你阻挡。为爱起航，指引你心中不变的信仰。当浩瀚苍茫中找不到方向，燎原星火会发出光芒。扬起风帆，驶向出生的朝阳。乘风破浪，守护你心中不变的信仰。当浩瀚苍茫中找不到方向，燎原星火会发出完整光芒。这批货从哪儿弄来的，你就给我退回哪儿去。我可警告你，一箱茶叶都不能进鹿岛。这次假扮天狼山土匪，绝不能有纰漏，一定要隐藏好身份。明白。记住，此次行动只准成功，不准失败。